是他。谁？小心！三位兄弟，前右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，这厢有礼，不知为何来这里下此毒手呢？跟你没关系，还请卢相去莫管闲事。这个人，我非管不可。就算他苏无名要死，也要由我亲手解决。你让还是不让？不让。不要追了！樱桃，卢林峰以1敌3，以胜券在握，你跟这捣什么乱啊？卢林峰，多日不见，一向可好啊？哎，你怎么也来石阳了？咋的？被贬了？贬到哪儿去了？什么官职啊？樱桃姑娘，一向可好？好，只是卢将军，你也来石阳了？独孤侠书？是我呀！我现在石阳当县令。走开！哎呀！刺客升走！姐姐，风雨之夜，道阻且长，车躯上的绳索断了，奈何？眼前的石羊，可有姓袁、姓宇文，或姓独孤之人？石羊仵作，复姓独孤，正可寻他。苏先生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他是在做噩梦。人在弥留之际啊，大体都是这个样子。啊！这刺客真是可恶啊！下毒下得太狠了吧！我再稍微挽救他一点，他就没命了。独孤县令，哎呀，你也中暗器了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还好，就擦破了点皮。那也不行啊！你快去给他把血挤出来，挤到鲜红为止。哎，快去！
西施公已经给义兄和樱桃姐姐都疗了伤，说要是能挺过明天中午，人应该就能活。你去睡会儿吧。你不用管我，去陪樱桃。好一个陆通，号称正人君子，就干出这样的事儿。不许你这么说，大将军。是你说的，那3个刺客绝不是江湖中人，他们的弩箭和刀是朝廷禁军所有。我们离开长安之际，陆通亲口说要杀了义兄，刺客不是他派来的，又是谁？与我交手那3人是禁军无疑，但那歹徒的暗器，绝非他们所用。难道还有2拨刺客？没错，我大唐将士光明磊落，尤其是金无畏，绝不会用毒箭。2拨刺客，究竟什么人要杀义兄啊？这弓械啊，着实轻了。我在厨房找了半天才找齐东西。来，我给你做了一碗薄托，趁热吃。博托？南州并无此吃食啊。青红，你不是应该做馄饨吗？你又叫错人家的名字，我叫春条。你没有痣，你就是青红。反正我是你的娘子，你愿意叫我什么都行。来，我喂你。她就是我娘子，她就是我的青红。青红，青红，娘子别怕，是我。昨日我哭你也哭，我还当你是个好心肠，没想到你是个人面兽心。娘子为何骂我呀？你疯了吧你！大清早的到我们家来。你说错了，是独孤回家了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还给我做了碗薄托？好香啊！我放哪儿了？你喊什么呀？是不是进贼了？没有娘，我做梦了。是我儿给你托梦了，他还想着你呢。我儿着实仁义，仵作之家，夜不闭户，也无贼敢来。只是昨天有小贼春山，竟白日行窃，让县令当场擒获。我忘了告诉你了。哦，知道了，娘。县令？谁呀？是你呀。我当了县令。
那都是梦里的事，我不敢相信啊！娘子，真是疯了！你赶紧走，跳窗走。这要是被我老娘看见，我说都说不清了。啊，跳窗？读书人不会啊。这都不会，跟我学。去哪儿？是被我儿在梦里吓到了。别怕，还早，回去睡觉。是。娘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天凉了，我找了些粗大的劈柴，又寻了些被子，把你这个屋的窗户给钉死。如此冬天到了，就会很暖和。你赶紧走，要不你自己跟我老娘解释去。哎，春条，娘问你一句，我儿不在了，你没想过改嫁？你不说话，就是想改嫁了。不是娘，我是说，会遵循礼制，可以改嫁的时候再离开这个家。为什么想改嫁？娘对你不好？哎，不是。哎，娘，你快来，家里进贼了！是县令。我是县令。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有。你走吧。我儿心死，你到他娘子的卧房被别人知道了不好。兄长，独孤阳，别怪他，你看他，人来了，魂儿却不在。这是师阳，这是兄长独孤阳的家。对，你是大嫂，你叫春条。我都干了些什么？我都干了些什么？不是秋，秋死了，死在南州了。哎，你醒了？好点没有？没声音，我又做梦。哎呀，你那可不是简单的做梦，你是梦游去了。梦游啊！哎，都怪我，我早没有发现你受伤了。那刺客用的毒药，那可以致幻的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又给你灌药了，应该不会再梦游了。多亏独孤武做的娘子，是她把你背回来的。谁？独孤武做的娘子啊？
那个喜君也见了，他说跟你亡妻青红长得可像了。就是像，太像。卢将军，听说你要走啊？出去说话。一早我就将石阳县城排查了一遍，并没有发现刺客的藏身之所。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只能发个告示了。是让全城的百姓告发可疑之人吗？我这就去起草。等等，就说神秘刺客夜袭石阳，至长安来的苏某等2人，殒命。请石阳县百姓提供线索，协助攻陷，缉拿刺客。殒命？可苏先生他为他活命，唯有此策。卢将军的意思是，那刺客就是冲着苏先生来的。石阳是古县，民风当淳朴，且安居乐业吧。若不是他苏无名来找你新上任的县令蹭吃蹭喝，怎么会找来此货？等醒来让他赶紧走，别再连累石阳百姓。我也先告辞。哎，卢将军何出此言呢？苏先生只是路过，本县发生了一起命案，外加县委之位一直空缺，我这个县令新官上任，初入仕途，什么都不懂，他这才留下来教我查案子的。忙活了一天了，连口像样的饭都没吃上，何谈蹭吃蹭喝啊？离奇命案，如今可告破？没有。昨夜遇袭之时，苏先生正带着我勘察命案现场呢。小小石阳，能有什么离奇命案？你记得？苏无名所言，可有遗漏之处？应该没有，苏先生讲的，我都记下来了。卢将军，你这……牛大明、董浩古、春山口供均有可疑之处，怎可草草了事？苏先生是说过，他们中有人说了谎。如何不查？春山县衙何处？带我去。哎，罗凌风，不是说要走吗？怎么又要看人犯了？我要走，是不想见苏无名；不走，是石阳县还有命案未破。独孤县令是南州故人，总不能看着他为难吧？哎，他上赶着给你破案，你不会嫌他多管闲事吧？卢将军这是在帮我。那太好了，我也正好想着多住几天，总得看着苏无名和樱桃活过来吧。只是我现在肚子咕咕叫啊！你这么大一个县令，能不能找人给我弄2只鸡来呀？独孤招待不周，多多包涵。
怪就这名字耳熟啊，原来是一身正气、半身傲骨的仁兄啊！怎么到了这里啊？他们抓错人了。哦，你是京师来的上官，你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把我放了。搜身之时，只搜出了赌具，没有10两的银亭。没有啊。春山兄啊，在青川镇，那银亭，不会是你偷的吧？不是啊。那你为何不敢带在身上？藏于何处？没藏，我就是去了趟赌坊，输了。我这手气，我这辈子怕是都转不了运了。我本以为你是富家子弟，到了石阳我才知道，你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。那银亭，在京师为官之人，身上都不一定有。银品到底哪儿来的？还不如实招来！我姐夫给我的。给？是你夜半潜入明七殿，偷了银体，被独孤阳发现，穷凶极恶之下，你杀了他吧？我没有。此人狡黠，昨日就该上刑。来人，在！大刑伺候，至招供为止。是。别！我没杀独孤阳，是独孤阳杀了人。信口雌黄，我是要给你上大刑的。没，不敢，我这回全说。知道。天天弄这些玩意儿，吓死老子了。你一见到钱，就又犯了毒瘾。也不全是。我听见后院有动静，怕被人撞见，说我是贼，就只好先去赌坊碰碰运气。当时一直在打雷，我离开明七殿没多会儿，就下雨了。下住啊！快定为首！起开！下住啊！起开！起开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有钱没有？什么废话！还有我的赌具。你输光了钱以后，可是又回了明七殿？是，我打算劝独孤阳卖了那个印，分我钱。无耻之徒！你是打算分了钱再去赌坊？那是什么时分？大概亥初。谁呀？不仁。那么大的雨，独孤阳竟然还有客人。我就只好再等会儿，可越等越觉得不对劲。你之后不做给我听着，想让我不杀你，2条：一，不许再做这些带机关暗器的泥俑；二，画一张杀人泥俑的机关图，明晚我来取。凭什么？这是我养家糊口的手艺，你没有权利不让我这么干。还想要机关图？你是盗墓贼吧？你不怕我报官抓你？嘴硬！老子今天就宰了你！我姐夫，你我合力把他擒了，送到宫县能换1000钱。新县令定的规矩，找死！
死了，死了是不是也能换1000钱？死了，有谁能证明他是盗墓贼？姐夫，人可是你杀的，不是我呀！我的意思是，现在咋办啊？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啊？那我可管不住我的嘴啊！除非姐夫给我点钱，让我远走高飞。你敲诈我，我可是为了救你的性命。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就这一个姐，嫁给你了，我现在穷得活不下去啊！姐夫，我听说你有个宝印，要不你把它给我吧？混账！你干嘛？你现在想杀我啊？宝印呢？根本就没有什么宝印。拿着10两银子，离开石阳县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那还有吗？贪得无厌，不得好死。其实10两银子也不少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可到了青川镇，我看姓郭的拿一个假宝印都能骗那么多宝贝，那真宝印一定能换回金山银海。我再仔细一想，真宝印一定就在独孤阳手里，不然董浩古不会求我。独孤阳有宝印，却让我姐过苦日子，我这个内地也没占到什么便宜。如今10两银子就想让我包庇他杀人，那我肯定不干。我就回了石阳，没想到他已经死了。被杀之人尸体在何处？我不知道，独孤阳让我别管。卢将军，你可是有把握在明气殿找到尸体？太好了，跟苏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什么？今夜勘察现场，应该会有收获。不出意外，明气殿里还藏有尸体。独孤夏叔，你是要把苏无名吹上天了吧？他并没有查到独孤阳杀人，又如何想着寻找尸体？我当时也是好奇啊，便问：尸体？先生指的是何人的尸体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此案复杂。昨夜在明气殿死的，恐怕不止独孤阳一人。那苏无名有没有说去哪儿寻找尸体？这个没有。你记好，凶手藏尸多会利用其特长。卢将军是说，先不用记，找到了再说。走。在泥涌里，尸体在泥涌里。这嘟囔什么呢？做梦还探案呢？尸体在泥涌里，泥涌里。嘿嘿，喜君，走，我带你散散心去。去哪儿啊？跟卢凌风一起查案去啊！你没看出来吗？这次范阳卢氏可是较上劲儿了。
他想趁着苏无名醒来之前，把这个倪勇杀人案给破了。你说咱是去帮帮忙啊，还是去捣捣乱呢？可是樱桃姐姐她……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她有武功，底子好，比那个书生强多了，她肯定先行。不过没有那么快。走走走。苏先生说过，这些泥俑都是防盗墓贼的，会有机关暗器，卢将军小心啊！退后。下来。抬出去撬开，让春山来认。是不是独孤阳杀的那人？娄清台。卢将军，这是刽子手娄立德之子娄清台啊！你们看是不是？是娄清台，没错。哎呀，这泥俑里果然有尸体啊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苏无名说梦话，说什么泥俑尸体，泥俑尸体。果不其然，这尸体就藏在这半成品的泥俑中。将尸体抬出来。难道是娄清台前来寻仇，反被独孤阳给杀了？不可作此盲目推断。之前给独孤阳验尸的那个女仵作曹慧何在？可否请她来？好，我去安排。借刀一用。暂且避开。来，出，走，走。哦。卢将军，好身手啊！他怎么都知道啊？抬出去，撬开！是。杀了多少人呢？就是他！不是我杀的，是独孤阳。提盗墓贼鲁大前来认尸。是。让开！大唐石阳县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拜托了。卢将军，这老太婆疯病多年，上次验尸是给她儿子，侥幸为之，现在让她行仵作之责，恐有不妥啊。徐县长，我老娘有时的确不怎么明白，可验尸绝不含糊。莫要理他，验尸要专注，不听闲言碎语。是。春条，我儿不在，你代为记录。是。你还会写字啊？我写的不好，会写便是难得。莫要交头接耳，认真记录。是。
验，死者头部无伤痕，无中毒迹象。记下了。验，左手臂和左手背有抓痕，左上臂有淤青。验，死者右臂腕处有大片的淤青，手臂有抓痕。验，死者后背遭利刃插入。记下了。胸肋也有创口，前后创口，皮肉多卷凸，周遭血痕凝结。记下了。袍服处也有破口，与尸体的创口同类，且内外都有血迹，初步可断定遭利器猛刺，后背插入，洞穿身体，胸肋而出，此乃致命之伤。有伤口推断，应死于前日亥时。这都能算出来？记下了。验尸壁。娘，那儿不是还有一具尸体？娘，您不能太累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儿独孤阳何在？他已学成仵作，叫他来验尸，我一旁辅政。娘，独孤阳，他……你支支吾吾的为他遮掩什么？出了命案，身为仵作却迟迟不到，如何对得起捕贼官和公谢的信任？如何对得起死者和家属的期待？我就说嘛，犯病了，如此恍惚，验尸所得能算数吗？春条，快带你老娘回家吧，告诉她独孤阳已经死了，昨天是他自己给验的尸。新城。我儿已经死了。大唐女仵作草会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娘，啰嗦什么？娘，咱们今日先回去休息休息，明日再验那具可好？验尸关乎死亡真相、人间正义，身为仵作，岂可懈怠？放心，有我在呢。验，死者头颅完整，无中毒症状，双眼突出，舌溢出，双手微握，鼻内出血，颈部有大片的淤青和抓痕，疑似生前与人厮打，被掐中喉咙所致。记下了。娘，别慌别慌，大家来帮忙，架到屋里去。娘，快，走。二郎，我的弟弟，我的弟弟，二郎。死者身份确认为盗墓贼鲁二，刚刚验尸所得也和春山所说对上，真可怜。二郎啊，二郎，二郎，我的弟弟，二郎。
除颈部并无明显外伤，是被掐死的。先把尸体抬回公廨吧。你，哎，马老板，待会儿我可要去你店里买糊饼加羊肉了，我小儿子最爱吃了。好，爱吃就好。二位吃好了啊，吃好了，再来啊。好，谢谢。二位慢走。老板，您回来了。把所有伙计都叫出来。等等，还有各家分店的掌柜、伙计，全都叫来。好的。屋里有人养伤，你不要怕啊。哎，你醒了，哎，我来。慢点儿。喜君，还真是你。我迷迷糊糊的，好像看到你和费济时了，还以为我是去奈何路上的梦境呢。他呢？我记得他也中了暗器，活着还是死了？好着呢，就是还没有醒来。最好死了。怎么了？你是饿了吗？他让你为他阿父和阿兄伸冤，你知道他想说什么？这点本事没有，还怎么行走江湖？太好了，小姑娘，我知道你阿兄已经死了，但他的尸体为什么会在泥涌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讲给这个姐姐听。糊饼夹羊肉，我们老板请客，送给石阳父老品尝。来，都有，别急，来你的，来，别急啊，来你的。这糊饼还真挺好吃，多少钱？不要钱。马怀啊，让伙计满街送人，还说连送3天。嘿嘿，哎，县令，您尝尝。啊，这糊饼卖不出去吗？没有啊，自从马怀回石阳开糊饼店，那真是生意兴旺啊。哎，那死者娄青台曾怀疑其父娄礼德就是吃了这糊饼被毒死的。哎呀，马怀他不会。陆凌风，这2张是我根据死者娄青台之妹的描述草草勾勒的，你看看，对探破案情是否有用？哎呦，裴小姐，那青鸟是个哑巴，你居然能猜到他说些什么，还画了画，神人也啊！那是，裴小姐确是神人。当初在南州之时，何人击打邓文国？马怀，你为何击鼓啊？这鼓可是为有冤之人准备的。我杀了人，杀了娄青台，
我认罪。那天晚上，我是去给独孤阳送粘土的。刚把所有的土搬到院子里，娄青台就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来找独孤阳算账的？对，他不在。那我就找你算账。我说过，你爹是喜欢吃我店里的糊饼，但他的死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？那你为何塞给独孤阳钱，还是银挺？你现在又在干什么？你这么有钱的一个老板，为何帮独孤阳干活？分明是你们串通一气，他帮你隐瞒了毒害我爹的罪行。我没毒死你爹，也不许你诬陷独孤仵作。娄青台，你不能诬陷我，可不能诬陷独孤仵作。哎呀！回到家，我越演越好怕，怕娄青台把这个仇也记在独孤仵作的身上，趁他饮酒之际归来报复，所以我就又回去了。没想到娄青台已经死了，失手杀了人，我懊悔不已，但也来不及。我害怕被人发现，就把尸体藏于泥俑之内。我怕被人撞见，就丢下画了一半的泥俑跑了。我马怀是杀人凶手，没什么好抵赖的。杀人偿命我也认，只可惜娄礼德已死，我不能和我爹娘被同一个刽子手砍头了。大胆马怀，娄礼德可是你毒死的？当然不是，我的糊饼夹肉用的是新鲜羊肉，调料丰富，味道鲜美，但没有毒。那你为何要行贿独孤阳？何谈行贿？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谁画的？画的还真有几分像。这么说你承认了？不认。不认？有证人，娄礼德之女青鸟亲眼所见。你若欺负她是哑巴，拒不招供，本县令是会动大刑的。我承认给过独孤仵作银挺，但那并非行贿。我不允许你们玷污我恩师的清白。恩师？莫非你在向他学习制作防盗墓贼的泥俑？这些与我杀人无关，我不想说。你第一次离开明气殿后院之时，可见到娄青台咽气？没有。他的眼睛是否凸起？舌头又如何？这我记不清了。双手呢？好像是捏着自己的脖子，试图顺过气来。陆大之敌，青鸟，暗雄，
苏先生刚刚所说的青鸟阿兄，那便是娄青台啊。鲁大之弟，那便是鲁二啊。虽在梦中，却能说出2具尸体的名字，神呐，神呐！可惜尚在昏迷，无法验尸。我想他没有10日8日醒不过来，应立即请临县仵作前来协助验尸。怎么还要请仵作？3具尸体不是均已验过吗？曹慧是个称职的仵作，却因发了病，验尸并没有完成。更何况，按照现在的口供及验尸所得，鲁二为独孤阳所杀，娄青台为马怀所杀。可是杀害独孤阳的凶手，却没有任何线索。关于杀害独孤阳的凶手，我心里倒是有3个嫌疑人。哦，说说看。首先是春山，最值得怀疑。宝印呢？根本就没有什么宝印。拿着10两银子离开石阳县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独孤阳，你怀揣宝印，却让我姐跟你过苦日子。这么多年我没说过啥，如今你拿块银条，就想让我包庇你行凶，你以为我是要饭的？无耻之徒，还不如一个骑者。快滚，快滚！独孤阳，不把宝印给我，我自己找。但结果，春山并没有在明七殿找到独孤信多面印，便逃出石阳，在青川镇参与斗宝赌博，遇到了卢将军，后又潜回，试图在独孤阳家里盗得宝印。你的分析不无道理啊，可春山杀人的口供呢？证据呢？这现在没有。但对付如此无耻之徒，恐怕只能上刑了。接着说。第2个值得怀疑的，就是董浩谷。我没有报官，是怕反被怀疑。未得的宝印，董浩谷先是勾引有妇之妇，又试图利用春山这种小人。这种人的话能信吗？我想，那天晚上应该是这样的。此宝印，乃我家祖传之物。害王害吾，莫要委屈了他。好说好说。独孤阳，你还真以为我跟你做买卖吗？我爱宝印，我更爱银子。董浩谷得了宝印，却没有立刻逃出石阳。一是怕露马脚，2是想得到春条。好像也有些道理。张口就是，他董浩谷的话句句为实，但此等奸商怎能轻信？你还怀疑谁？牛大明，跟夫钟伯亲眼看到子时末他仓皇逃出了明七殿。之所以慌慌张张，是因为他刚刚杀了独孤阳。谁呀？牛大明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娘子的事情与你无关。你死了，你娘子就与我有关了。我日日想夜夜梦的春条，就是我的了。为了春条，牛大明已经魔怔了。我现在倒是觉得应该先审牛大明，他比春山的嫌疑还大，更何况还有证人。你所言确有道理，可牛大明不肯招供。哎呀，他在宫谢多年，狡猾得很。要不是想让他如实招供，只能上大刑。独孤侠说啊，前不久的长安，魔王托庇血雨腥风，时间紧迫，探案无门，也有一番先后落网。可我与苏无名从未对一人用刑，就是怕屈打成招，酿成错案。独孤惭愧，
多谢卢将军教诲。那我们现在是？陆凌风，按青鸟所述刚画的。独孤县令，你之前所判有失公道。哪里错了？愿闻其详。董浩古所购墓中之物，罪行等同盗墓，可只打了20大板就给放了。那牛大明虽当街提刀，却只是杀人未遂。况且当差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，怎可关进死牢呢？那依卢将军之见，放了，毕竟是攻陷老人嘛。你善待手下，别人看见了，才会愿意为你效劳嘛。这恐怕不可吧？有何不可？噔个儿里个儿楞个儿里个儿，嘚儿楞个儿噔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还请老子去过堂啊？不是过堂，是让你回家。老周，你耍弄我？你爱走不走？何人害老子？我只要宝贝，不要命。留下你身上的宝孔，可以滚了。哪儿来的流寇？敢劫我？我看你是活腻了！好汉，交个朋友，这些金银，一人一半，如何？想得美！有个独孤什么的，什么印？要是有那件宝贝，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。独孤信，多面印。对，这个我没有。死到临头还不老实，看来我只能割下你的脑袋了。不，我真没有。英雄，饶命！这些都给你。我就要那宝印。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，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，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他娘子的，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。可惜我在攻谢多年也被骗了，还差点掉了脑袋。幸好书呆子县令糊涂，把我放了，我这不赶紧逃命吗？我这书呆子县令是糊涂，弄不明白你在攻谢当差，哪来的这么多金银珠宝？牛大明，独孤下属何在？苏先生，你醒了。老周，那牛大明很是狡诈，可先将其放了，又其暴露。已经放了。刚得到的消息，牛大明试图潜逃，县令又带着人去抓了。何人之策？卢将军。我想起来了，陆凌风也来了石阳。卢将军还在冥器殿里的泥俑里搜出了2具尸体，分别是盗墓贼鲁二和娄青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可验了尸，验了，可审了一番，审了。快将所记拿来我看。好。县令，卢将军，苏先生醒了，太好了！
他说什么了没有？他说让你把牛大明放了，右旗露出破绽。哎呀，卢将军，你看，苏先生又跟你想到一起了。他还要去了卷宗和验尸记录，现在正叫人抬着去公谢停尸之所。何人有急登文过？老人家，别唱了。本县令在此，您为何不在家好生休养啊？我好了。这老酒鬼竟是个神医，给我扎了几针，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是力气。身为仵作，验尸岂能半途而废啊？尸首在哪儿？叫我继续。快点儿，快点儿啊！女仵作都说了，那掐脖子的伤不足以致命，赶紧安排他继续验尸吧。大唐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鬼神必至。你在做什么？验尸。你是仵作？不是。尔非仵作，何谈验尸？老人家，他是……把我带出去，别妨碍仵作验尸。你看醒了吧？义兄，义兄，不苦，为兄度过此劫，至少能再多活10年。费老技师，多谢你又救了我一命。要谢就谢卢凌风吧，要不是他，那刺客就把你的脑袋取走了，那我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那就请义妹代劳吧。卢凌风他好像不愿意理我。义兄，他对你有误会，你这么做肯定有难言之隐，你应该说出来。哎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不说也罢。老费，告诉独孤县令，待曹慧验尸结束之后，我想再验一次。细菌，你上街上帮我买样东西。好。哎，义兄，樱桃也醒了，要不要带你去看看他？你还是先帮我去买东西吧。啊，禀县令，死者虽无明显的外伤，但并不意味没有致命的内伤。半个时辰后，请将尸体置于太阳下，曹慧继续验尸。义兄，买回来了。好，独孤县令，既然仵作还没回来，可否让苏某先试试？苏先生想怎么试啊？取水来，浇在尸身上。费技师，帮个忙，用此红伞遮挡住太阳光，仔细观察每个部位。好嘞。
非利器、钝器所造成的伤痕，不明显，也不容易被看到。由此消隐的伤痕可推断，此处肋骨受重压而断裂。哎呀，厉害呀！倘若是时间太久，尸体已经腐烂了，只剩骨骸，那又当如何呢？可用蒸骨法。别吹了，你这番话难以服众。那就只能剖开胸膛，直观其肋骨。剖尸？若死者家属不准呢？那家人不准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大唐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点火！烤白梅饼。春条，跟我学。磨蹭什么？娘，我怕死人。仵作之气，何惧死人？哎呀，就不要难为他了，我来。老酒鬼，让开！我家3代仵作，也是从无差池。如今在石阳公廨之内，在县令和诸位的注视之下，你就算替我儿帮帮娘。是。禀县令，这几处肋骨已断，乃重物所致。此人是被闷压而死。白眉饼验尸，我曾听恩师狄公提起过，没想到今日能亲眼得见。多谢老人家。此法是将尸体内伤呈现于表面，手法高明。卢凌风，钦佩不已。诸位见笑。尸验毕，曹慧告退。哎，等一等！本县令携石阳公廨一众，谢过老人家。谢过老人家。徐县丞，验尸之资，双倍奉上。好，钱我不要，我只求新任县令尽快破案，拿住杀害我儿的凶手。曹慧，我静候佳音。娘，娘，老人家留步。独孤县令，案情已基本明了，不如将疑犯提至公堂，当着众人的面审断此案。公堂之上，本县令询问，尔等要想好了再说，因为你们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。满怀，你的胡饼做得很好吃。多谢。你称独孤阳为你的恩师，现在他的母亲、娘子均在，可否说一说你拜师的经过？
我说过，这与本案无关。杀人者死罪，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不妨说给我们听听。我也是个举子，但多年未中，心灰意冷，远走西域，在西周待了10年，做壶饼生意，赚了些钱。1年前，我回到石阳，却赶上爹娘相继被行刑。老李德，我操我弄死你！我确实说过那样的话，但那时也是气话。我离家没多久，爹娘就去做了盗墓贼，他们死得不远。我留在石阳开了壶饼店，与普通的壶饼不同，我卖的壶饼是加新鲜羊肉的。我多开分店，除了给掌柜的，还给那些伙计们分所得红利。就是希望他们有了正业，不去动盗墓的歪心思。给父母下葬之际，我去了灵渡冥器殿，惊讶地发现，那里防盗墓的泥友做得精妙绝伦。我想学这门手艺，学会了，我要去教会更多人，并在各州县都开一个冥器店。这倒是个独门生意，但独孤羊所售泥友卖得很便宜，你想借此发财，要涨价多少倍？在商言商，价当然要涨，但我更想做的是叫天下再无盗墓之行径。可独孤羊嫌我是盗墓贼的儿子，拒绝了我。我不在乎，常上门求他，每个月自己花钱买一车做泥俑专用的粘土给他送去，以表学艺的决心。终于，2个月前，他答应了我。你真的答应了？我想通了，凭我自己的手艺换些钱，还能让春条过上好日子，那也值了。师傅，你给独孤羊多少钱？说好，总共给10两的银亭9块，每月付3块，共学3个月。现已付6块，是有文书的。 6块银亭，我怎么未曾见过？我有一次也问过师傅，师娘收到银亭可高兴？还没给他。你出师之际正是春条生日，倒是一并给他，想必他会高兴的。我听说。 师娘常去找人喝茶饮酒，师傅，无聊之人的闲话我不想听，你也不可学说。我自己的娘子，我自己心里有数，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。春条，大堂之上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是。马怀，你拜独孤羊为师。 别人可知道？他叫我保密，我也不想张扬此事。如此说来，青鸟那日所见，你给独孤羊送的银亭，是拜师的费用。对，就在前几天，我学满了2个月。现在想来，那天正是恩师给楼里德验尸之日。楼里德，刽子手。 我给他验过尸，尸体无外伤，也无中毒的痕迹，应该死于急症，无嘴歪眼斜、手脚屈曲之态，故并非风疾。我看他神态痛苦，应是胸闷压榨、闷痛致死。此症也称心绞之症。
多发于饱食后好气力之时。他正是食用了太多的夹着羊肉的糊饼，吃完后就在院子里举石锁练臂力。这就对了，儿啊，你验尸没错。有娘赴宴，真好。儿当了一辈子的仵作，从没出过一次错。儿子这也算没有辜负娘亲传的技艺。儿啊，你怎么了？小小年纪，说什么一辈子呀？娘，我最大的福分，便是能做娘的儿子。你不后悔做仵作了？仵作贫寒，且卑一贱。当仵作之职，事关死亡真相、人间正义，总得有人做。马怀，这么说来，你人还不错，可你掐死了娄青台，这是死罪啊！马怀，这么说来，你人还不错，可你掐死了娄青台，这是死罪啊！对了，马怀，我记得你说第一次离开明气殿时，这是此番情景。你去明气殿行窃，走的也是后院吧？什么行窃？什么后院？你说什么呢？书历记载的很清楚。前次受审，你说昨夜我当值，亥时2刻离开宫廨，到明气殿最多亥时3刻。我说几句话就走了。对啊。可我问了那日与你一起当值的兄弟，是，那天是牛七长，不，牛大明是他当值。县令可真随和，请一个仵作喝酒。要下雨了，今天应该没什么事了。你盯着点，我困得紧，找个地儿睡会儿。是。你根本不是去睡觉，而是趁独孤阳不在去了明气殿。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你的鞋很新呢，旧的换在家里，还没来得及洗吧？这是从你家里找到的。若不是雨夜去了明气殿后院，这鞋上如何会沾有那么多做泥俑专用的粘土？我没有。我为什么要去明气殿？为了独孤信多面印。我请你时，你说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，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，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的娘子的，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。没想到我在宫廨多年，竟也被骗了。你应是跟踪春条时被独孤阳骗的吧？都好不算什么东西，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值我的印。穷仵作竟有这等宝贝，就算我去了，我也没杀人。我之前有说过你杀人吗？你被抓入狱时，根本没有发现娄青台的尸体，而我刚才故意说娄青台已死，你却毫无意外。你才是杀害娄青台的真凶！
牛大明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根据青鸟所说画的。牛大明，那日青鸟冒雨前去找阿兄，却发现你从后院出来，吓得他连忙跑回了家，这才错过了找阿兄的机会。他诬陷我，用刑！独孤县令，别再犹豫了，不用大刑，此贼不会招供。姓徐的，你也落井下石。徐县丞所言极是，具体用什么刑，苏某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。还不从实招来！我潜入明启殿后，到处翻找，都没有找到那印。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，谁？陆局长，你来偷东西啊！楼青台，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，但是你要替我主持公道，把毒死我爹的马环、骗尸作假的独孤阳都抓起来砍头。你做错的事，我就不会说出去。好啊！只有死人才不会说出去。罗凌风，厉害呀！现如今你可比在南州的时候强多了。嘿嘿，苏明，你这个代师传艺传得不错嘛。公堂之上，不要说与本案无关之事。哎，卢将军，还请你代为梳理。那天雨夜，灵渡明启殿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也好，我就献丑了。那夜，独孤阳赴县令之约前来攻县喝酒，春山趁机潜入了明启殿。春山找到了些铜钱，却被后院发生的动静给吓跑了。那正是马怀来送粘土，春山逃了，后院里。马怀与楼青台发生了冲突，不能诬陷独孤仵作。此时下起了雨，马怀离开，而后牛大明潜入，却碰到了楼青台，痛下杀手。马怀却担心楼青台会对独孤阳不利，再返回时，发现了楼青台的尸体，以为是自己杀了人，慌乱间用泥俑藏尸。接下来，是独孤阳回到了明启殿，遭遇了盗墓贼鲁二。何人？故人。我不认识你，可我认识你，都是跟死人打交道的。这难道不能说是故人？你是盗墓贼！之后，你又回到了明启殿。独孤阳为了救你性命，杀了鲁二。那也是他杀的，不是我。而后你与鲁二厮打中丢失了赌具，却因此暴露了行踪。我知你家境原本不错，是赌博害得你穷困潦倒。若不是独孤阳接济，你早就饿死了吧？不知感恩，还试图敲诈，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！你可不要激动啊，坐下，坐下，听他慢慢说。他现在在分析案情，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哈，不一定是真的。娘，罗凌风，你接着说。
而后，独孤阳拿银瓶给春山，让他离开石阳，继而用倪勇藏尸。这时，你又来到了明气殿，因是后悔没有更好的处理好楼青台的尸体，试图试探独孤阳是否已经发现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？不怕娘子陪别人睡觉去啊？哎呀！好吧，又让你说中了。牛大明走后，便是你，董老板来谈生意。我是亥时3刻从家走的，到明气殿最多半刻钟。独孤阳答应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，我欣喜若狂地回家去拿银子，再回来的时候，人就死了。哎，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。牛大明，你第3次潜入明气殿杀害独孤阳，到底是为了春条，还是为了那枚印？我没有。事已至此，又有证人更夫钟伯，你还想抵赖？钟伯就是胡说八道。我是又回了一次明气殿，我也想过要杀了独孤阳，可当时独孤阳根本不在，楼青台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。信口胡说，那里纸人纸马颇多。即便如你所说，独孤阳当时不在殿里，又怎么可能不熄灭灯火？这我哪知道啊！你欲得宝印，更贪图春条美色，杀了独孤阳后，将凶器放到倪勇手中。石阳县本无县尉，但有命案，皆交于你手。你本想用倪勇杀人的说法将此案蒙混过去，可惜呀，新到任的独孤县令亲自探案，又有远道而来的故友帮忙，你未能得逞。杀一个掉脑袋，杀2个也是掉脑袋，我为何抵赖？独孤县令、徐县丞，卢某只能梳理到这儿。牛大明是否招供，只能看贵县的手段了。身为公谢之人，牛大明，你贪财好色，一夜之间连取2命。来人，拖出去，给我打，打到皮开肉绽，打到他招供为止。是。等一等。独孤县令，何不把钟伯请来，让他与这个牛大明当场对证？若书吏所记无误，前次钟伯已当庭指认了牛大明，你不会是之前受伤到了脑子忘了吗？忘倒是没忘，但此事关系重大，还是把人请来当场对证更稳妥些。独孤县令，带证人钟伯。钟伯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害的独孤仵作。钟伯。牛大明已经招供，杀人者偿命。你的仇报了。真的？
主伯，您和牛大明有仇？我没有啊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公堂之上做伪证，可是重罪啊，钟伯。我死都不怕，只要能亲眼看见，砍下他牛大明的脑袋。姓钟的，我到底与你有何仇怨呢？那日你指认牛大明，当晚我就跟独孤县令又去了一趟明气殿。说谎的人是他。那晚晴朗，月亮又大又亮，可是我没有看见尸体所在的位置，而你所处却是……钟伯，为何说谎啊？我就是想为阿弟报仇。去年石阳城闹贼，没过几日，我阿弟的尸首就被挂在了城楼下示众啊！荀伯，荀伯是你阿弟，根本不是一个姓儿啊！我二人同为更夫，早已结为异姓兄弟，只因为我兄弟爱喝酒，丢了更夫的差事。你抓不到贼，就拿我阿弟顶替，你认不认？我去年闹贼的案子我记忆犹新。牛大明，你因此还向公谢要了3000钱的赏金。是，又怎样？本来就没什么贼，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，不是已经被他拿走了吗？将赃物呈上来。可到底谁杀了我儿？老人家不急，谜底应藏在钟伯心里。独孤无作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你让我指认董浩谷，我却动了私心呐！指认我，什么意思啊？你闭嘴！若不是你欲将独孤信夺冕印占为己有，又怎么会出这连环凶案？钟伯，请据实相告吧。好，我说，我阿弟死了以后，我就只有独孤阳这一个朋友了。那时，我又路过明曲殿，想去讨口水喝。牛大明一阵污言秽语，还说春条和董浩谷睡在了一起，被他捉奸在床。哪有的事？刘大明，你无耻！姓牛的，我是喜欢春条，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龌龊。是我编的，又怎么了？若独孤阳上了当，杀了你，那春条就是我的了。独孤阳还真上了当，可惜仵作不可杀人。仵作不可杀人。仵作
不可杀人。仵作只管验人尸，不可害人命。无论因何缘由，犯此规者，当即日自裁。这是行训。为救春山，独孤扬情急之下杀了鲁二。他明知道鲁二是盗墓贼，若及时报案，可免死罪。但独孤扬心中难以违背的就是这仵作行训。他用泥俑藏尸，让春山离开石阳，应是试图掩盖，但杀死了鲁二的独孤扬被仵作行训逼上了绝境，在精神恍惚中又受了牛大明编造的那些污言秽语的刺激。苏某虽并未与独孤仵作谋面，但此刻我能感受到他心里的痛。此时董浩古来买印，你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你把钱都转成银铁，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来。今夜就要？没钱就算了。不，你等着，我去取。此时独孤扬处于精神恍惚之中，但是他要去做一件事，做一件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，所以他在离开冥器殿的时候并没有熄灭烛火。而牛大明第3次来冥器殿，发现殿里根本没人。哎，苏无名，那独孤扬到底做什么去了？唉，老人家，独孤扬将楼里德的尸体带回家，是什么时辰啊？亥末子初。这就都对上了。独孤扬虽已决定赴死，奈何楼青台反复纠缠，他也担心错判其父死亡的真相，于是决定将尸体背回家，叫其母曹慧赴宴。所以那夜，我儿才说有娘赴宴，真好。娘，儿子当了一辈子仵作了，从没出过错，没有辜负娘亲传的记忆。娘，我最大的福分便是能做娘的儿子。儿啊，你不会是自行了断吧？就是。兄长，此时我又路过冥器殿，见灯还亮着，就想陪他去说说话。你来了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你脸色不大好啊，是不是该早点歇着了？要不今夜就回家去睡吧，
这里啊，阴气重。不是这里阴气重，是我阴气重。钟伯，我能求你帮个忙吗？哎，仵作，你看你咋一下子客气了？有啥事儿你说吧。钟伯，请受独孤阳100。哎，仵作，你他要自行了断，让我把剑放到你勇手中，等在冥气殿外，待子丑交接之时，见谁来冥气殿，就指认谁是凶手。我问，为什么？可是为什么呀？哎，仵作，我做之死，无足轻重。为什么呀？独孤之多，还望成全。再好的郎中也救不活了，我只能照他的吩咐，将剑放到了你勇手中。我知道来龙去脉，我觉得逼死独孤阳的不是董浩谷，是牛大明。我与仵作同仇敌忾，便自作主张指认了他。娘，牛大明，按照规矩，仵作不临刑场。但是待你砍头之日，大唐女仵作曹慧会亲自为你验尸。我想看看你有没有长着人心。娘，别慌，别慌，给他放平，我给他施针救治。苏明，苏明。哎，可是独孤仵作，不对呀，我记得你好像已经不在人间，独孤兄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憾啊？独孤阳，10天了。伤口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怎么还在做噩梦？都怪你逞强，醒了就去审案子，2次毒发险些要命，还抢了人家卢大将军的风头。不会吧？为什么一直躲着我？是觉得我这个江湖女子配不上你？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，半条命已经给了你苏无名，剩下的半条，你若不要就直说。哎，不，我。你是不是知道会遇刺客，才撵我走的？你不想让我跟着，是怕连累我？不，哎呀，我掐指一算呐，他也该醒了。哎，你看，醒了。老费，细菌，我不是跟你们说。你说不想见樱桃，
可是我们拦不住他呀。就是，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，道个歉不就好了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。说一句对不起就这么难吗？你以为你不见这次就能把樱桃再撵走啊？就好像你不跟卢凌风解释，难道他就不知道你是为他好？樱桃，请受苏明一拜。光拜就行了，该说什么说什么呀。苏明嘴笨。你嘴笨，你要是嘴笨，那我们都是哑巴。哎，我刚才好像梦到独孤阳了。他说让我再去一次冥器殿，帮他找点东西回来。是不是银子呀？卢凌风已经找到了，还用得着你？我们已向州府通报了案情，这5块银挺是独孤阳授意所得，现归还家人。只有这些？哦，原本是有6条，但独孤阳给了春山1块，还是5块，都在这儿了。我说的不是银挺，他难道就没给我留下什么别的东西？哪怕一句话？卢将军说了，你全当没有也罢。敢问一日夫妻，有100日恩情，独孤何人请与娘子一舟共度，需10年修得，同床遥梦，则是3世之缘。独孤与娘子本于华夏携手，共事炊烟，遭伉俪之深情，成他人之艳羡。然独孤生于仵作之家，向为世人所轻，又无通达性情，难令娘子欢颜。虽有雕虫小技，遭泥用以营生，当盗贼于墓穴，已不为世人所重。又有奇哉，间隙既生，缘分难平，以为深谷。独孤内欲改性情，然朝夕难至。独孤外欲救仵作，怎奈年久生情。独孤苍苍而娘子青青，若以此托当惊困娘子，独孤不为。今访春条，欢喜各生，复愿娘子觅得良家，对镜展眉，育女生儿，六亲皆欢，独孤无憾。唯留后平，永州石阳县，独孤阳尽力。好你个独孤阳，这哪里是休书，分明满纸都是不舍。看来我这个娘子也没有那么不堪嘛。
我家独孤好文采，若非生于仵作之家，定可考取功名。不说这些了，功名虽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，可仵作总得有人当啊。苏先生、费神医二位姑娘诸位来得正好，今日有大事，还请各位见证。大唐女仵作曹慧，待儿独孤杨传艺。下跪这何人？独孤杨之妻，春条。你可是自愿成为仵作？自愿。一日仵作，终身仵作。春条，无悔。无悔。哎，这得吆喝一声啊！春条，行拜师礼。叩首。礼成。恭喜仵作之家后继有人。恭喜仵作之家后继有人。不冷吗？哼，还真有点冷。不过冷点好，冷点让人清醒，让我不再一直沉溺在梦魇的虚妄之中。你竟能梦到案情，是老谋深算，还是处心积虑啊？你说的这俩可都不是好词儿啊！你要是想骂我，就骂，我刚上狱，也无处可躲呀。石阳已出告示，长安来的那个苏无名已死，你现在安全了。可是你还没有。何意？那日偷袭的刺客射出的第一枚毒镖，目标好像不是独孤侠书吧？独孤侠书？是我呀！我在石阳当县令，快看！我在暗处时，刺客早已动手，你少扯上我。可你早就说了，是2波刺客。苏明，在长安发生的事，你真的不打算和我解释吗？我就是为了自己的前程，为了升官发财，所以才进宫向新天子告了密，结果还这么丢人的事儿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不想解释就算了，我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。明日我们就启程了，你可愿同行？你在石阳耽搁了10几日，不就是在等我痊愈吗？这我要是……我逗留于此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帮助独孤侠书还石阳朗朗乾坤。你到底跟不跟我们走？我苏明不是不识好歹的人，但我跟你西行得有个名分吧？做我的私人主簿如何？月俸多少？我的1/10给你。1/10，这么少？你跟我南下之际，我可是……你给过我月俸吗？没给过吗？就1/10，明日一早启程，嫌少你别跟着。反正樱桃对喜君说了，与我一路同行，去看大唐壮美河山。哎，罗凌风，罗凌风，月俸的事儿咱们再谈谈。